朋友们好，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从昨天沙利文和杨洁篪在罗马闭门会谈7个小时以后呢，乌克兰战争就正式的分为了2条战线了。一条呢，就是在国际社会巨大支持下的乌克兰与正在向中共去寻求援助的俄罗斯之间的一个热战的对决。那么另外一根线呢，就是中美之间的外交战，以及未来尚难预期的这个制裁战了。在上次节目中我们有和大家就讨论过了，就说这一次的会谈呢，它实际上是美国要求中共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要公开的站队，对吧？就是这不仅仅是要阻止中共去援助俄罗斯，避免乌克兰基辅的保卫战受到更大的压力，也是在对中俄关系呢其实施加一个压力。而中共呢，它究竟如何的站队呢，将会基本上决定未来20年中国人的他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那么这一次杨洁篪与沙利文的会面呢，是早就预定的一个安排，它并不是为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专门设立的一次会谈。所以呢，杨洁篪他可能会对相关的问题是有所准备的，但是呢，他不会主动的提到军援俄罗斯这种话题。而且从这个级别上讲嘛，杨洁篪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拍板权，所以呢，他基本上就只能够是重复此前高层所定下的这种官方基调，就像战狼一样，是吧？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了美国的对手。然后呢，他会把沙利文的警告和意见呢，全都给带回去，由习近平来拍板。大家可能都有看到相关的报道了，就说这一次会谈呢，说场面很激烈，最终呢是不欢而散。那么最先爆出俄罗斯要求中共军援的那个《金融时报》这家媒体呢，也是在昨天有跟进报道，就说美国已经有通知了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中共对军援俄罗斯呢是持开放态度。随后呢，这家报纸的记者呢就迅速的披露说，普京是开出了这个包括地对空导弹、还有无人机、装甲车、运输车和情报搜集器材等等这些需求的清单。那么美国其实发出这样的一份通知就是向盟国都发出了通知，它实质上可以说就是一纸动员令。只要中共敢公开的去兑现这个军援俄罗斯的这张清单，那么国际社会的制裁就会再一次的劈头盖脸的砸下来。也许呢，有人会说，就说中国的经济体量呢，它是超过俄罗斯10倍以上，对吧？这种抗压力是远超俄罗斯的。而且呢，中国与这个欧美经济呢，早就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你要制裁中国，那么欧美自己呢也会有很大的损失，所以这种制裁并不可怕。这个话呢，我觉得它不能够说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呢，在这儿呢，我只想和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欧美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它其实是以摧毁它的经济为目的的。对中共的制裁呢，它不会是这样的，而注定呢会是一种选择性的制裁。国际社会目前并不需要去摧毁中国的经济，只需要摧毁中共权贵的财富，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了。就像我们看到现在在对付普京以及其他的那些富豪支持者那样，是吧？就把这个中共高层权贵家族所有藏在海外的资产呢，全数的冻结或者是没收。甚至还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追杀到天涯海角，连一艘游艇、一幢豪宅都不放过。那要真是这样的话，我想中共就会痛到死去活来，恐怕立马就会爆发内部的一个窝里反了。我相信这样的一个震慑效果呢，它要远比什么金融脱钩文化脱钩都要来得好得多。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呢，中共高层其实是不得不再三的要掂量一下美国这个警告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讨论一下中共最新的一个表态。这个表态呢，它是以一种不是官方声明又胜似官方声明的形式，在昨天下午给发表出来的。这个就是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署名的文章，题为《我们在乌克兰的立场》。这篇文章它的篇幅并不长，它主要是围绕着中共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一些重大敏感的问题呢，给出了一个表态。
我们把它大致归纳一下呢，它关键的内容主要是包括了以下4点。第一点呢，就是秦刚他声称说中方事先了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且要求俄国把它推迟到冬奥会的结束，包括俄罗斯最近正在寻求中方军事援助的这些说法呢，全部都是谣言。他说乌克兰有6000多名的中国公民，中国和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呢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说中共事先知道会爆发这样一个危机，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阻止。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秦刚他声称说中共是正义的坚定的捍卫者强调了4个必须，也就是必须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必须尊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各国的正当安全关切必须得到重视，还有一个就是必须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第3一点呢，就是秦刚说把这个台湾和乌克兰给联系起来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第4一点呢，中共呢说是为推动和谈、预防人道主义危机做出了竭尽所能的巨大努力。有哪些努力呢？就包括了习近平在冲突的第2天和普京进行了一个通话促成双方和谈，还有呢，习近平与德法2国的领导人也有进行了通话，包括这一次杨洁篪和沙利文的会面，还有王毅和布林肯之间的通话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等等。说真的，如果说这段时间没有跟着这个新闻看，你光看这篇文章，你会觉得中共简直就是散发着圣洁光辉的和平天使了他在为了保护战火中的平民而奔走呼喊，鞠躬尽瘁。那么事实上呢，秦刚所强调的这4点立场它恰恰都是与事实相反的一个谎言。在战争爆发前，美方至少是6次向中共有通报了普京可能入侵乌克兰的情报，连俄罗斯驻华使馆自己都发文章证实说，习近平在冬奥会开幕当天与普京讨论了如何联手对抗制裁的议题。大家想一想，如果说习近平他事先不知道会有开战，他怎么会去和普京讨论如何来对抗制裁，并且还签下了一个上千亿美元的合作的经贸的大单呢？此外呢，入侵开始之后中共官方以及民间舆论是一边倒的全力在支持普京，对吧？封杀了所有反对侵略的声音。这种态势它其实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都没有丝毫改变的。就在今天海牙国际法庭呢刚刚做出了一个裁决，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在乌东2州有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的这个指控是缺乏证据的，要求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入侵乌克兰。那么在15名法官之中呢，有13名法官对这个判决是投下了赞成票，剩下2名投反对票的法官呢，一个来自于俄罗斯，另外1名就来自于中共。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秦刚痛批说这个把乌克兰和台湾联系起来的这种是错误的这种做法，其实这种做法的始作俑者他同样是中共自己，对吧？那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它就是中共官方媒体和五毛粉红这些从这个战争一开始就自己热炒起来的一个话题。只不过是现在呢，眼看整个局势已经演变成了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共了，才想起来了要来切割一下乌克兰与台湾的关系。秦刚这是要把美国人当作中国人一样在进行耍弄吗？尽管秦刚的谎言呢可以说是不值一驳，但是这篇以秦刚个人名义所发表的文章呢，它事实上还是代表了中共当前的一个官方态度。与此前中共的表态相比这一次中共的立场呢，我们看到它明显的在继续收缩了。比如说这篇文章的措辞它使用了 war， 就是这个单词，就是战争嘛，它没有说是一再的坚持声称这是一个军事特别行动了。而且呢，这个单方面强调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这种说法呢，现在也变成了各国的正当安全关切这样的一个说法了。而且整篇文章我们看到他对这个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强调呢，他也用上了必须这样的语气词。当然
这篇文章呢，它仍然是在刻意的避免使用侵略这样的用词来谴责俄罗斯的。也就是说呢，这篇文章呢，它至少在表面上反映出来，中共想要从最初那个一面倒的去拱火浇油支持俄罗斯的状态呢，转变为一种非常难看的骑墙的姿势。它也释放出了中共呢，至少不愿在军援俄罗斯的这个问题上和美国现在就来直接正面的去产生抵触的这样一个信号。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被打脸之后的皮笑肉不笑的认怂。中共他为什么不敢继续口沫横飞的叫嚣说我们不吃你美国这一套呢？其实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呢，我们目前是不得而知的。但是我想它基本上其实脱不了以下大概是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普京现在陷入了战争泥潭难以自拔，这个使得胡锡进公开宣称的说要把俄国当成一个战略屏障来使用的目的呢，在中共来说他已经难以达成了，而且呢已经是越来越有把中共自己也拖入这个泥潭的危险了。那么中共就不得不考虑自保，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中概股是吧？现在是洪水决堤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暴跌。那么党内反对声音的高涨呢，也都是让习近平感到压力倍增的。像这个《华尔街日报》在昨天就有发表一篇独家报道，是再次的披露说，现在除了李克强在利用习近平的经济失误而不断的在人事布局上攻城略地以外呢，以朱镕基为首的部分的党内老人现在更是公开的反对习近平连任。而这一次习近平与这个普京的合作面临着搞砸，它就是反对派最充分的理由之一。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这几天呢是正在越来越密切的进行一个沟通和谈判。那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的曙光可以说已经开始显露了。这个在客观上呢，它的确让中共有了一个玩弄拖延战术的弹性空间。也就是说呢，中共它在尽可能的拖延不明确的去做一个表态，因为万一俄乌双方迅速的达成了一个停战协议，那么是否军援俄罗斯的这个难题它自然就避开了嘛。事实上我想现在即便是普京本人也应该知道了，就是战争打到了这个份上他想要建立一个亲俄的傀儡统治的乌克兰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在昨天呢，就有消息报道说，普京以月薪1100美元的价格，从叙利亚又征召了多达4万人的雇佣军。这批雇佣军呢，他们在当地的报酬1个月只有15到30美元。其中呢，大多数这些人都是在叙利亚的内战中久经这种城市巷战考验的老兵了。那么这种动作呢，我觉得它其实显示出来2种信号了。一个就是普京呢明显已经后继乏力，就是俄军本身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它都已经难以达成普京所需要的那个战略目标了，所以他不得不去依靠中东的雇佣军。那么另外一个信号呢，就是它也说明不排除普京呢他仍然保留着一种孤注一掷的争取更多谈判筹码的这样一个想法。也就是说呢，在中共短期内呢，他无法明面上去直接的给俄罗斯提供大量的重型装备和高科技武器的这种情况之下当然私下里他给一些小型装备呢，这个属于杯水车薪，他不解决根本问题，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普京他事实上呢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可以继续的僵持下去，即便他投入雇佣军去孤注一掷，也毫无胜算的把握，他反而还有可能会丧失掉目前已经握有的这种筹码。所以呢，我觉得他考虑的重点转向如何去比较体面的收场呢，几乎可以说就是一种必然。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显示出来说，这个乌克兰的保卫战呢，它已经露出了那么一抹胜利的曙光。因为根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俄乌双方现在已经是达成了一个15点的条款的协议的草案。
这个其中呢，它包含了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的一个中立化，以及军事武装要设定一定的限制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它也包括了就是俄罗斯必须要停火也撤军。那么这个消息呢，到目前我看到它是属于一句话的新闻。到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为止还没有看到有更详细的内容被披露出来。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俄乌谈判它真正最难的地方是在于克里米亚和乌东那2个州的归属问题。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昨天就是在伦敦举行的这种远征军联合部队领导人的这个会议上，其实他已经就公开的表示了，说基辅已经非常清楚的听到他不会加入北约，这个是乌克兰人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但是呢，同时他也并没有放弃任何为赢得乌克兰保卫战胜利的这种努力。就是继7天前以首位外国领导人的身份在英国的下议院发表演讲，还有昨天在加拿大的议会发表演讲以后呢，在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他又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对美国国会发表了一次演讲。每一次演讲他都要求相关的国家要支持他设立一个禁飞区，并且提供更多的这种援助。那么到目前为止设立禁飞区它已经是被北约给否决掉了，这个原因我们就不重复了，是吧？就是因为大家都担心和这个俄罗斯爆发直接的冲突嘛。但是呢，北约来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和越来越有效的高技术武器援助，这个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今天就是美国对国会的这种演讲之后呢，这个拜登他在今天下午是立即的就宣布说，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其中包括了一揽子的先进的防御武器清单。那么这些武器它都包括什么东西呢？根据这个美媒刚刚爆出来的这种报道就说它包括了由捷克提供这个 S-300防空导弹系统给这个乌克兰，以置换美国去部署这个爱国者导弹。同时呢，它也包括了至少是800套的那个毒刺单兵防空导弹，还有9000套的反装甲系统，以及各种各样的火炮、弹药、装甲车，甚至还有直升机，还包括了先进的雷达系统防空系统的自动控制系统，还有加密通信系统，还有大量的这种医疗包防弹衣等等，非常多，林林总总的。那么在这批清单之中我觉得值得单独拿出来一提的是，美国同意支援乌克兰一种高度先进的无人机，它的名字呢就是中文名字叫做弹簧刀系统。可能军迷朋友对这个弹簧刀无人机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这款无人机呢，它是小型化的一个智能作战的一个系统平台。它因为具备及时打击超视距目标的能力，而被称为单兵巡航导弹。这个弹簧刀无人机它的全长只有36厘米，总重量呢只有1.36公斤，也就是说一个背包它就可以装下了，非常的灵巧轻便，一个人就可以进行操作，而且它的这个飞行起来噪音极低，不容易被发现，最大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公里，最低呢也可以达到10公里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它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使用者他可以在远离敌军士兵感知范围之外去发射这种超小型的无人机，侦察整个战区的地形，然后呢，它可以像一枚小型的巡航导弹一样，通过这种自杀式的攻击的方式去摧毁包括坦克在内的多种的装甲目标。而且在这个操作者发布攻击命令之后呢，这个弹簧刀无人机它能够自己的锁定目标去进行摧毁。它也可以进行实时的传输视频，它的命中精度是非常高的，可以控制在1米的这个范围以内。而且更难得的是，这个弹簧刀无人机它的成本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一架才6000美元左右，而且它的操作非常简便，就是通过远程培训，它就可以学会使用。这款飞机呢，它是经历过实战检验的，它曾经在阿富汗呢是部署了超过4000架，
由于出色的精确打击能力和极高的性价比呢，是广受美军的好评，因此被称为是杀手级别的一个无人机了。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个武器它如果是被大量的使用，它将使得整个战场呈现出一种单向透明的态势。什么叫做单向透明呢？就是说对方基本上是只能够被动挨打，而始终看不见你，也找不到你在哪儿的。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这一批武器它要进入到了乌克兰基辅的战场，那么俄军的装甲部队与后勤补给线只会说是面临着更大的噩梦。所以呢，普京呢，他仗着有中共给他输血撑腰，是吧？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那么乌克兰其实同样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在这种单兵作战装备日益智能化的时代像操作这个像弹簧刀这一类的武器平台的士兵，他究竟是一个乌克兰的士兵呢，还是一个北约的士兵呢？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普京他现在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手与这样的一个局面。换了任何稍有理智的人现在其实都能够看出来，这场仗他要继续打下去，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这儿嘛，就是作为一种旁观者呢，可能会比这个当局者有的时候是更容易看得更清楚一点。就像我们在开战之前分析的那样，就说普京他本来在顿巴斯地区利用这些分裂武装势力搞点事情，是吧？见好就收，其实他已经就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一个结果了。但是呢，他就是贪心不足嘛，他非要得寸进尺，结果就是一步走错，满盘皆输。现在的俄罗斯几乎是瞬间倒退30年，这个损失它与谈判协议所换来的那一点东西根本就是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呢，作为决策者的普京，他会不会这个继续头脑发热的把此前的这种错误给进行到底，其实呢谁都是不知道的。一个空前自我膨胀的这种人的心态他往往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准确的去把握判断的。习近平大打七伤拳，他其实不也就是一样的道理吗？好，到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昨天备受关注的俄罗斯情报部门泄露出来的关于中共入侵台湾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它是源自于俄罗斯的一个人权团体，叫做 Gulagunet， 是这样的一个单位，它的负责人叫做奥塞奇金的。他在3月10号的时候就在脸书上有公布了一份文件，声称说是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英文缩写叫做 FSB 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分析师呢，他根据情报撰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就披露说，习近平曾经考虑过在今年秋天就要全面的入侵台湾，因为他要取得一个小胜利，让自己获得3度连任。那么这份报告就说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呢，国际社会的这种强烈反应使得攻打台湾的机会已经消失了，而且此举呢将更让美国可以威慑习近平，习近平的政敌也将取得有利的一个反击条件。那么这个消息呢，它可以说是引发了普遍的关注了。当然这个是因为乌克兰和台湾的连带关系嘛，尤其是今年秋天这个时间，和此前呢国际社会一部分分析人士的预测是大体上是相符合的。那么就我个人看来这份报告它并不像是俄罗斯从中共手里说拿到了比较绝密的那个内部情报，它更像是 FSB 的一个情报人员自己撰写的一份综合性的分析报告，所以呢它大体上呢是属于俄方人员单方面的一个研究结果吧，可以这么说。这个与国际社会我们看到很多的智库它发表的研究报告，它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呢就是这个撰写者由于他是一个职业的情报官嘛，因此他的结论依据呢可能比一般的民间人士会要来得更充足一些。其次呢，就当前这种国际国内的环境而言我也不认为说今年的秋天它会是习近平入侵台湾的一个好机会。吞并台湾目前看起来它更像是习近平达成连任的一个交换条件，而不是一个前提条件。
他现在想要达成连任呢，他并不需要说非得用拿下台湾来作为一个必须的筹码。那么第三一点啊，就是这个方案它有可能只是中共高层讨论过的入侵台湾的诸多计划版本中的一个而已，而且它明显不会是一个可行性最高的那种，否则的话，它也不太可能说让 FSB 的一个普通的分析员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绝密情报，对吧？而且我们从这一次俄军意外受挫的这个战争进程来看这个 FSB 这家机构它的能力呢，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的专业，并不是那么的值得信任的。所以呢，对台湾的朋友来说，我想没有任何必要就此感到紧张。毕竟呢，中共军队的腐败与他这种指挥体系的僵化呢，比起现在在乌克兰被揍得鼻青脸肿的俄军来说，它只会是更差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